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天狂揽6000万，赵丽颖的这部狠片向阳，花平和逆袭。清明档向来是电影市场的修罗场，但谁也没想到，冯小刚执导、赵丽颖主演的《向阳》花竟以首日3278万，2日累计破6000万的成绩力压《哪吒2》等大片，成为档期最大黑马。这部聚焦刑满释放女性困境的现实题材作品，既无流量噱头，也少特效加持，却以刀尖舔血般的真实感征服观众。它究竟靠什么杀出重围？我们从剧情、视听语言、演员表现3大维度拆解其成功密码，并对比同类题材剧集，一探究竟。1. 剧情撕开边缘人的生存真相。反套路的不完美主角高月香赵丽颖并非传统励志片中的逆袭女主，她为救女儿铤而走险入狱，出狱后沦为陪酒女，甚至以暴制暴。角色身上交织着母性、贪婪与狠戾，这种有瑕疵的善良让故事更具人性张力。相较于《我的姐姐》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在家庭责任与自我间的挣扎，向阳花更赤裸地展现底层女性为活着而战的狼狈，拒绝用温情滤镜粉饰现实，女性互助的硬核温情。高月香与狱友黑妹兰西亚式的抱团求生，展现了绝境下的生死相依。她们面对职场歧视时超酒瓶反击，甚至持刀对峙。这种姐妹情不同于《保你平安》中李雪琴与玛丽通过幽默化解困境的温情，而是更贴近生存本能的原始力量。导演冯小刚直言，善良需要长出牙齿，才不会被现实吞噬。相较于《我不是药神》中男性主导的救赎叙事，向阳花以女性视角切入边缘群体，更注重个体在制度缝隙中的挣扎，而非宏大社会议题的控诉。2. 视听语言粗粝美学与情绪压迫。实景拍摄与细节真实，为贴近现实，剧组从二手市场淘来服装并做旧，监狱场景实拍。高月香杀鱼时满身腥臭，试妆时劣质化妆品糊脸的细节，让观众直观感受角色的窘迫。这种对真实的追求，与南方车站的聚会中桂纶镁饰演的陪泳女在城中村的漂泊感异曲同工。手持镜头与长镜头的窒息感，冯小刚大量使用手持镜头强化纪实风格。例如高月香被污蔑偷钱时，晃动镜头聚焦她从辩解到绝望的微表情，一镜到底的夜跑戏则隐喻角色在命运长夜中的孤独前行。这种手法与《爆裂无声》中手持镜头展现底层暴力的压抑感相似，但向阳花更注重女性视角的情绪传递。3. 演员赵丽颖的重生式突破与配角高光。赵丽颖的毁容式演技，从第20条的聋哑母亲到向阳花的刑事人员，赵丽颖彻底抛弃偶像包袱，学方言、练手语、素颜出镜，甚至主动要求重拍镜头。片中她握刀怒吼老娘从牢里出来的一幕，眼神狠绝与恐惧交织，堪比《亲爱的》中的农村母亲李红琴的爆发力。兰西亚2秒封神的野生感表演，新人兰西亚饰演的黑妹，仅凭车上2秒的无声哭泣，将脆弱与委屈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自然流露的演技，与《保你平安》中李雪琴的喜剧式真实感形成反差，却同样直击人心。相较于孤注一掷中张艺兴被王传君演技碾压的争议向阳，花的群像戏更平衡，配角为喧宾夺主，反而与赵丽颖形成张力。4. 市场启示现实题材的突围与困境。向阳花的成功印证了观众对真实故事的需求，但其票房仍受限于现实题材的天花板。对比《我的姐姐》以8.6亿票房平衡商业与人文关怀，向阳花虽口碑不俗，
却因苦情叙事与档期错位未能复制爆款路径。影片猫眼评分9.5，但预测票房仅1.75亿，与哪吒之魔童闹海151亿的票房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现实题材在娱乐化市场中的生存困境。结语：国产电影的硬碰硬突围，向阳花的逆袭是国产电影一次硬碰硬的尝试，它用真实刺痛观众，用演技打破套路，用女性群像拓宽叙事边界。正如片中台词：“把自己当快铁，豁出去活下来。”这部电影不仅是高月香的重生，更是国产现实题材在商业化浪潮中的倔强突围。2. 冯小刚一出手，赵丽颖美到发光，演绎一群狠女人撕出的生命血性。什么是大师之作？这就是大师之作。冯小刚自编自导，由赵丽颖主演，搭档兰西亚、程潇、绰妮与王菊等一众小花的《向阳花》在清明时节上映，直接在雨纷纷的时节里炸出了不一样的滚烫人间烟火。向阳花这部名字乍一听，还以为是一部小清新呢。实际上，这部戏是一部妥妥的充斥着刀光剑影的硬核女性片。疯批美人的绝地反杀，除了冯小刚，还有谁能拍出这样的画面？看完这部作品后，突然就想到了冯小刚的经典台词：“向阳花开局就是王炸。”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把美强惨直接玩出了新高度。为了给聋哑的女儿筹齐20万的耳蜗手术费，铤而走险搞钱，最终锒铛入狱。何其的现实，何其的让人愤怒又悲戚！女儿没救成，自己先洗提铁窗泪，这不就是底层人的真实写照？本以为赵丽颖已经是高光，结果转眼到了监狱，才上演群英荟萃，聋哑少女黑妹兰西亚式，暴脾气狱警邓红绰妮式，前科辣妹胡萍王菊式，配上一个嘴硬心软的郭爱美程潇式。确定这不是监狱版的阳光姐妹淘？剧情围绕着这5个被生活锤到地心的女人展开，你以为这是女人版的监狱风云？转瞬间，监狱姐妹淘就愣是在水泥缝里开出了花。不得不说，在向阳花上映后，赵丽颖高低必须得给冯小刚磕一个。赵丽颖很美，这是无需质疑的。作为昔日的85花，在杨幂逐渐翻车后，赵丽颖基本成为了 T0，但也仅仅只限于85花这个档次。虽然近几年来，赵丽颖不断地在尝试着突破偶像，可无一例外的失败了。赵丽颖不论怎么玩，都很难撕去偶像女神的标签。若不是这一次遇见了冯小刚，杨幂的不服老翻车就是赵丽颖的未来。结果冯小刚只是略微出手，就直接彻底地撕去了赵丽颖的偶像剧滤镜。当赵丽颖蓬头垢面地穿二手地摊货，手语打得比火影结印还要溜，为保护姐妹抄家伙时，眼里那股子亡命徒的凶光，简直爱到腿软。在向阳花里边，赵丽颖依旧很美，但不是过去的甜美，而是一股子由内而外的狠丽美。这种美不靠颜值，不靠气质，更不靠华服，只依靠一件东西——杀气。试问，除了冯小刚的作品，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在赵丽颖的身上感受到杀气？最绝的还是赵丽颖看黑妹的眼神。当得知这聋哑少女和自己的女儿同病相怜时，那种母狼护犊子的温柔，自然而然的生成，能让铁石心肠的人都破防。这样的赵丽颖真的是独一份。除了赵丽颖外，向阳花里边的兰西亚也非常的出彩。这个05年出生的新人，实力非常的强劲，五官也非常的具有辨识度，这一点从山花烂漫时的谷雨就可见一斑。但黑妹这角色比谷雨更难演，聋哑设定封死了台词，要呈现出视觉张力，就必须靠眼神和肢体。
被烟头烫手时咬唇忍痛的倔强，偷到糖果后像小兽般蜷缩着舔糖纸的天真，在雨中撑着破伞对高月香比划你是我的赖皮狗时，那股子笑中带泪的破碎感直接封神了。不得不承认，冯小刚是真大师，这部向阳花妥妥的女性犯罪天花板。为什么说这部戏的成功全是仰仗了冯小刚呢？分明女演员们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劲，不说别的，就看一个细节就知晓了。当高月香们终于凑够20万，却发现手术费涨到了30万时，那一刻的荒诞感让人既愤怒又无奈。可正是这种不美化苦难的狠劲，让向阳花的高度直接拉到了3、4楼那么高，不迎合女性玛丽苏的主旋律，注定了这部向阳花的票房不会太炸裂。但这部戏的口碑与深度会让其成为后来者难望其项背的先驱。